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沙沙沙 K， 非常感谢你的喜欢，希望你可以睡个好觉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外婆。然后大家困的就可以准备睡了。开始。爱没有唯一的答案，爱就是唯一的答案。一天早上，本的爸爸妈妈告诉本，等本放假后就去送他去外婆家玩。但是本和外婆不太熟，他只在不记事的年纪见过外婆1-2次。要和外婆待上一整个假期呢，他们能干点什么呢？本有些烦恼，他决定去找邻居安娜想想办法。那你可真是太幸福了，我可喜欢去外婆家度假了。外婆会给我做成堆的可丽饼，蘸着草莓酱，最好吃了。她还会给我读好多好多的睡前故事。在外婆家不用早起，外婆会用托盘把早饭送到床上来。她还会带我去湖边，我就拿着吃不完的面包片喂鸭子。上次去外婆家，她还给我织了件毛衣。看吧，一个真正的外婆肯定会这样做的。听了安娜的一番话，本的心已经飞到了外婆那儿去了。一想到美味的可丽饼和果酱，他就止不住地流口水。可不能忘了把最爱看的书带上。要是超级全能的外婆还能帮他缝补玩偶，那就太棒了。假期终于到来，本还没来得及放好行李，外婆米歇尔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哎呀，可想死我了，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精彩假期就要开始了。午饭时间到了，一份绿油油的沙拉和一个全麦三明治。咦，本左看右看，就是没有可丽饼和果酱。到了下午，米歇尔带着本骑自行车环湖，但他们没有停下来和鸭子打招呼。来到游泳馆，米歇尔鼓励本，让他多游几圈。后来他们踩着轮滑鞋回家了，还在院子里打了场羽毛球。当天晚上，本安安抱着希望上床，却一个睡前故事也没有等到。看来不是所有的外婆都像安娜的外婆一样。第二天太阳一升起，米歇尔就冲进了本的卧室，活力满满的拉开了窗帘。哎呀，宝贝起床了，我可把今天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上午打网球，下午滑皮划艇。本叹了口气，起床了。他失望地想到，今天早上肯定没有可丽饼吃了，更别说在床上吃饭了。他终于明白了，
他的外婆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外婆。米歇尔看到本闷闷不乐的样子，不禁担心起来。你怎么了，本？你假期过得不开心吗？好吧，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外婆，你和安娜的外婆一点都不一样。本说出了心里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米歇尔惊讶地追问。本把安娜跟他分享的事情一一告诉了米歇尔。原来那才是本想要的真正的外婆。米歇尔看起来有点生气。好吧，我是不会做可丽饼和果酱，我也不会讲故事织毛衣，不过我愿意试一试。真的吗？本一下子燃起了希望。当然了，米歇尔笑着回答。说干就干，来吧，你愿意帮我搅和面团吗？米歇尔没有骗人，他真的不会做可丽饼，面饼都甩到了天花板上。米歇尔也不会做果酱，煮果酱的火烧得太旺了，果酱咕噜噜地往外冒泡，溅得厨房到处都是。米歇尔也不太会讲故事，他刚翻开书就睡着了。不过几天之后，米歇尔做得越来越好。早餐的可丽饼，他做成了1块半。晚上的睡前故事，他几乎讲完了1整个。米歇尔还很努力地给本缝好了玩偶，虽然上面的针脚粗粗笨笨的，看起来就像医生缝的线。尽管米歇尔费了这么多心思，本还是沮丧起来。怎么了，宝贝？他问本。你是还觉得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外婆吗？你当然是了，本回答道。但一整天只是做东西讲故事，其实有点无聊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有办法。米歇尔冲本灿烂一笑。从那天起，本和外婆又开始骑自行车，打羽毛球，在小河上划皮划艇，在山坡上滑轮滑。多棒的一个假期啊！晚安。